撞球是一种精准运动，需使用撞球杆搭配各种细腻思考，将球打进袋。而站姿及运杆是成功击球的基础。平衡的身体与稳定的出杆，让每一次的击球都更加准确。架杆需要留意，连接你与球杆的桥梁。精准的控制从这里开始。架杆时，保持手臂的稳定，球杆与手的接触要自然顺畅，这是击球准确的关键。定杆，打击白球中心点，是学好撞球最重要的基本功。推杆，控制力道与速度，感受手腕的顺畅，让白球稳定向前。拉杆，利用出杆速度与准确的打点，让白球碰撞到子球，产生反作用力。定杆、推杆、拉杆，这3种基本击球方式是每位选手都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撞球的世界里，精准的灌球就是王道。颗星灌球让子球没有在进球路线时找到进攻方式。跳球让白球轻易越过障碍。精准击中目标需要不仅是力量，更是精准控制和完美的时机，是展现选手实力的高难度技巧。大角度薄球，让你在比赛中取得继续进攻的机会。组合球，进阶技巧将是制胜关键的一击。在撞球比赛中，不仅是技术的对决，更是智慧与心态的较量。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是日复一日努力不懈的成果。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一起见证撞球的未来之星。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所有喜爱撞球运动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您在周六的上午时光呢，透过我们的转播服务，一起来到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啊！今天我们来到热情的南台湾，在比赛场地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康乐室啊。我们今天在 B1 这边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来自中正大学撞球队的教练林全甫先生和我董进桥，还有我们的台亚卫星通讯的转播团队，一起为大家带来这2天的转播服务。教练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教练，我们在赛前许多选手其实你都蛮熟识的。那今天感觉大家齐聚在高雄这边，虽然有一些选手好像目前报道的状况还不是那么的完全，但你对于这2天的比赛有什么期待？我希望选手呢都能发挥平常练习的状况啊，然后可以平常心的去把自己练习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得出来，然后也希望他们有很好的成绩。是。因为我们这2天的比赛我们第一天在周六这边会来进行这个混合组，所以其实会有一些让分的状况。是的，所以可能同一个桌台上，那选手的这个程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对，那不管是比较高层级的选手还是比较低层的选手，他们应该把握哪一些重点？当然就是希望说他们，因为这是9号球的比赛，当然是希望说他们能掌握最后一颗9号球的进球的关键。然后因为有分不同年龄组嘛，那我们有分不同程度。那越小年龄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连续吃很多颗球，那他就是掌握最后的2-3颗就是最关键。然后如果高龄组的话，他就需要更多的主动权，然后他需要更多的策略的应用，才有办法拿下比较长的局数。是这样子。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这2天的赛事呢，将来进行这个是混合的9号球，然后是采单败淘汰。那因为选手的程度就是依大会这边来做
做判定了。那男子组的部分有时候会抢到有些选手是抢2局，有些是抢5局。那女子是2到4局，然后包含我们的国小生是2局，然后国中跟高中女子是3局，高中男生跟大学组或19岁以上的女子是4局，那最后的大学或19岁以上男子呢就会抢到5局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大会也是非常用心啊，准备了2天都会有这个奖金，所以呢，选手们这一次戏剧高雄除了是撞球球技上的切磋比拼，也看看可不可以来赚个小红包、小奖金这样子。没错。好，那想问一下林老师，过往在这个还担任选手的时候，或者现在已经转教练，通常以前你们来打这种有奖金的比赛，都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们不太会说我们一定要拿第1名，但是我们就是好好的对待每一场比赛，然后希望说能跟跟对手之间有互相的交流学习，然后也许说我在同一个教练下，我们学习到的是这样子，可是别的选手可能在处理方式的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就学习不同选手他们打击或者是处理球的状况下会运用哪些策略以及干法，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学习起来。比赛其实第1名我都觉得是 bonus， 一种额外的奖励，是最主要是学习到不同教练或不同选手他的打法，这才是我们想要学习的。是。好，画面上现在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赛场地，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B1， 现场也是帮大家开好冷气哦，让大家在这个舒适的环境下来进行我们的撞球竞技。然后我们有准备一个桌面，是专门来提供转播服务的。然后可以看到现在小选手好年轻哦，已经也在场边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等待对手来上场。没错，这是我们高雄很有名的国小队哈，它是光华国小队。那我们这个撞球队它也是历史悠久啊。那从高雄它的撞球发展史，光华是一直培育很多优秀人才的一个学校。是。然后近年来也是人才辈出，对。那我们也是希望这项很好的传统能继续延续。好，那我们进行到比赛。对。好，那我们2位选手进行开球。那待会开完球之后，球比较靠近我们这个投颗星的人呢，就可以拥有这个先攻权，还有开球。好，那是我们白色的选手，白球的选手获得这个先攻权。那我们这次比赛比较特别的规定有，就是它是3角框排球，对，然后再来就是母球是中间冲球，然后顺着冲。那我们就是选手自排自冲，没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选手们他们排球之后，然后冲完球的结果，然后再看他要做选择。那中间冲其实进球率就蛮低的啦，所以要拥有续攻权的话会比较难一点。那运气的成分就会高一点。那我们就看哪位选手有跟天公请示过。确实哦，我们在这个现代撞球的一些战术上，很多职业选手都说，现在是不是冲球基本上就决定了你这个局的整个胜率的安排？是的，因为毕竟你是优先选择权嘛，你冲下去有进的话，你当然就可以选择很多策略。就算没有进的话，你也可以选择push，它是另外一个的策略。所以拥有主动权就拥有更多的机会。是。好，那我们看得出这个国小的小选手有点相当的紧张有点手足无措。有平常心就好，有时候选手平常自己在不管是练习的地方啦，或是出去打球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比较就是习惯自己朋友的那个状态。是的，对。那今天整个毕竟是比赛现场，那个肃杀之气比较重一点。没错，给他们一点压力，人总是要在压力中才会成长。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冲球。看一下这个冲球。好果然是年轻人冲球还是有一些爆发力的。好。来看一下最后这个7号球差一点点，停在洞前哈。相当可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宋佑居，好2局。好，我们来看，非常好，差一点点。没事，然后我们就留下一个不是很好进攻的机会，然后给我们的李宏阳同学。那我们李宏阳同学也是第一次
使用他的进攻权，然后。这里会受到3号球的一些干扰哦。没错，这个我们俗称背娃娃，就是后面有一个娃娃背着，妨碍你的行动。好，看一下他来怎么解。没错，姿势都蛮标准的啦。好，他选择一个简单的防守，也不强攻，因为不好继续做进攻。是。对，那他留下一个1号球，看似应该可以进攻的角度，不知道9号球有没有影响到。好，那我们也希望这2位选手不要太紧张，就把它当做平常的练习，互相切磋交流。哎呀，打了一个无影球啊，给了这个李同学一个自由球上手，对上手的机会。小选手发生违例了哈。没错。那这样子，我应该第一颗入袋可以在这边完成了。没错，那他可能需要纵观一下全局啦。对。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纵观全局的能力应该也会有所增长，这是经验的累积。没错。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李同学可不可以布局布好一点哈？那这一场的关键的话，应该是这个3号去打这个7号球的组合球哦。那如果组合的好的话，应该就不太会有问题。哇，第一颗可能打得稍微厚了点哈，母球没有移动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打得相当可惜。那没有关系，我们撞球一句话叫一准天下无难事。好，我们只要才刚开始而已。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李弘洋对2号球的操作。好，一枪2弹，是还不错。3号应该还可以进攻，但会相当难去做到下一颗我们粉红色的4号球。那我们来看看他会怎么处理，还是选择放远让小朋友吃吃看。把机会留给更有未来的小朋友。对，好人，人情世故干，这算是人情世故干。没错。好，在这场比赛，因为2位选手的那个成绩有分所以李选手这边要拿下4局，然后宋弟弟这边要拿下2局。是的，哎呀，又一个相当可惜，留在洞口，是给我们李同学一个机会。他也是很懂得礼尚往来啊。没错，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第一场比赛就这么客气吗？没错，没错。我们需要给他一些鼓励啦我们就帮2位选手加加油大家可以尽量发挥出平常的水准。是。好，2位选手现在都对这个3号球红色这一颗要来进行争夺，对，争夺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不是很好进袋。那我们看一下小朋友会不会进行一个强攻啊？基本上年轻血气方刚，都比较少在选择防守的，因为防守需要变化的比较多。那进攻的话，它比较直观小朋友选择一个灌袋，但很可惜过家门而不入了。好，已经3次了，我们说了嘛，过3次家门而不入的机会太少了。好，那留下一个不好进攻，但是有机会3-9碰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同学会不会走捷径、偷吃步、取巧。好，屏息以待啊。好，他没有，他选择了一个再给小朋友一个机会。好的，这样子把母球给打入洞了，这样子我们宋选手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自由球的机会。没错。那我们小朋友第一次获得一个很好进攻的机会，我们来看他可不可以连续吃多颗一点。他也没有看得出非常紧张的样子，应该会发挥的不错。对，毕竟第一场比赛而已嘛，大家也还在找一个感觉。没错，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比较不会像我们早期那么容易紧张了，因为他们现在都有直播，自己都可以开社交平台做直播。他们现在是直播世代的孩子。没错，他们很懂得展现自己，所以其实转播对他们来说应该已经不太会是一个有压力的状况了。我们以前是看到镜头，我就喊嘛，我很惊，我很惊。那他们现在就是每个都 I want be a hero。是。好，宋佑居连续的3、4号球，连拿2球，现在要来尝试5号球的进攻，是一个远台相当可惜。哎呦，哪有 lucky 呀？这天公有保佑。对。这个高雄都喜欢讲说，运气好的人就天公仔，天公仔的小孩。他这边又尝试打远带，结果呢，一个颗星的反弹之后呢，
对，有运气进了底袋。哎呀，这个可惜了，剩下3颗。好，那我们检验一个选手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撞球基础，就是以3颗做起啦。是。那如果第1颗是呛死的话，他有办法吃完3颗的话，我们就觉得，有一个基本功。没错。好球，这小白，没事，没事，对，有惊无险，吓死我了。啊，李宏阳这边削的力道还不错，没错。然后母球停的位置也蛮理想，好，这样子就连续2颗。对，好，我们关键的9号球，这个位置应该还行吧？还行，不算难处理。只要心脏不要跳得太快，应该都没有问题。那小心一下，母球不要下到第1杆起中带就好哈。好，削9号球的右侧没有问题。那这样第1局就由我们的李宏阳选手先拿下，还不错。虽然这1局一开始双方有一些小紧张，是的，但随着这个节奏慢慢恢复，包含我们刚刚教练说的这个3球来看基本功，目前李选手看起来还不错哦，还不错。好，对，至少没有因为这个紧张或者是比赛现场的压力而表现失常。对，好，现在在找球跑去哪里了？这个2号球应该是在刚刚这个底袋的附近。我们消失的2号球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请我们的这个工作对帮忙找一下。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他刚刚的精彩表现。教练觉得他在这1局里面的哪1球打的比较算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李宏阳选手的话，那他刚刚这个7做8打着力量也控制得很好，把8号控制在一个直线上面，角度不会太大，也方便做9号球。那他也不会因为紧张而把这个力发得不完全，那我觉得很好。他们是一个蛮享受比赛过程中的选手啦，对，完全不会失常，非常优秀啊！刚刚镜头给到我们今天光华国小带了非常多的小选手，来一起来增加这个赛事的经验哦。高雄其实是一直在培育蛮多选手的摇篮啊，不只是撞球啦，然后也有蛮多体育项目也是从我们高雄发迹的。以前我在前公司服务的时候，每年都会来下高雄，因为我们的 HBL 高中篮球联赛固定打到这个抢8强之前的这个站别都会在高雄，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也常常会看到我们高雄的几支劲旅包含三民家商啦，然后高院啊，这些都是在高雄这个高中篮球非常著名的没错队伍。好，那我们看他这一冲球，哇，相当的可惜，依然是没有球进袋哦。那留下一个1号球非常不好进攻，对，刁钻的角度，对，藏在5号球的背后啊。这教练，如果是你，我们该可以怎么来解这个状况？这个我们冲完球，如果觉得不好攻，就走冲球这一杆的话，冲完球的这一杆，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一个 push。他怎么有哦？他直接拿了呢。那他不知道这个1号球他会不会选择可以打得进嘛？应该看他摆这边应该是可以打进的。思考一下哈。哇，好像刚刚那个，依我们这样看感觉好像有点遮到一点点近袋一点，但应该小力一点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进的。可惜小朋友比较没有办法顾虑到那么多细节，但没有关系，总是在一次一次失败中慢慢成长啦。没错，出来比赛，相信他们的带队教练也是希望说，就是发挥平常之外，然后在场上观察，多做一点观察啦。没错，其实小朋友阶段，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激发他的兴趣。人家说兴趣是最好的教练。哇哦！终于留下一个洞口球，但是2号
隔海相望啊，非常遥远。那小朋友可能要发蛮大力的才有办法回去这个上半部，我们镜头上半部去虚攻我们的2号。没错，小朋友的力量不知道肌肉有没有长齐怕他们没有力量回去。好，这个打得很利落，不过母球现在继续滚，看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个路线。相当可惜，然后我们小朋友的力量还是不太够，可能要回去说妈妈，我被夹崩了。毕竟才国小生，随着这个身体啊，还会陆续在长大，然后出杆的姿势啊，各方面也还会在改变。啊，他在思考怎么来解。然后在这球桌上杀出一条血路来碰到2号球，来思考一下他要去选择哪里。他应该会选择这个我们画面中右半边的这个长颗星，然后1颗星去解到它。那就看他数学好不好啦。我们入射角跟反射角啦。对。但他打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明显差有点多。好，直接拿起来给。好，这个其实是不太对的啦，这应该是要让球继续跑完。继续跑完。对，那我们应该待会还是会跟小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平常可能在队里面练习是这样啦，可是毕竟现在是正式比赛，没错。那个规矩一些潜规则，没错，要再讲一下，不然出去国外都会被外国人欺负的话，这样就不太好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3号留下来的角度也还不错，所以可以顺势再往这个粉红色的4号球前进。那我们还是看得出来啊，年纪上啊能带来的经验，还有这个安定的感觉，还是差蛮多的。好球，好撞到之后也蛮 lucky 的，提供5波比哦。好，我们来做一个4号球的大角度切球。哇，相当可惜，大角度切球可能在准度上稍微闪失了一点点，不过没关系。那我们留下来的这个4号球也不太好进攻。那我们来看一下宋同学这个远台的切球，小朋友最喜欢的帅气切球。他们都喜欢在很多姿势上或进攻战术上帮他们做取名。对，然后他们说什么超级无敌大切球。毕竟国中国小生还是有这个中二的浪漫元素在。没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学生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特殊的技能，取一些封号。我觉得在比赛中会增加自己一些信心。是，因为 I want to be a hero 嘛，英雄总是要有一些那个招式嘛，也是一种乐趣啦。没错。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李弘洋怎么来，哇，眼睛都眯起来了，在看着一丝丝的线。能不能锁定我们的4号球？没错，好，他应该是看得到了哈，但是他选择轻攻，对，没事，我们其实留下来的角度都不是很好打啦。那他也是在考验小朋友，说小朋友怎么去处理这些球。那我们看得出小朋友他也在思考，其实这颗球好像打进之后能不能继续做到5号球也是一些关键，或者是他觉得先进再说。这次我们的比赛用球是戴纳斯菲的亚洲白银球。没错，对，这个戴纳斯菲也是我们台湾许多赛事专用指定球啦。是，那它的品质也相当的不错。它有3个等级，对不对？对，白金、白银跟铜好像之类的。白金、白银跟这个，我也忘了。对，好像有一个是铜，对，不过都还蛮高级的。那就是看每个学校可以，或者是每个比赛单位他们指定用哪一支球，每个球的这个打法会有些的不太一样。是，对。因为有些球它可能表面的摩擦力稍微小一点或大一点，或者球的重量也差一点小一点。那教练你本身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白金。对，它打起来比较稳定一点点。对我而言啊，那每个人喜好当然不一样。当然，对，白金也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高级的一个系列哈。是的。好，那我们送小朋友要准备打一个6-7的组合球。
combo 连技啊。对 ，combo 连技高级技巧，我们看一下哈。哦，我们讲 kiss，哎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我们都讲 kiss， 但小朋友他们现在之前会玩这个转珠游戏，他们都会说 combo。我也是听到他们在讲到，原来他们这样讲，他们都会自己发明很多不是我们常用的。所以随着这个年龄层的不同，对于撞球的一些术语，大家用的也不一样。对，因为他们主要其实练球的环境是在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以他们跟坊间的球场讲的内容或名词，当然就会些许或不一样，或者是接受到很多网络上的影片讲的专业术语，也会跟我们球场讲的不太一样。好，宋友居漂亮哦，连解了2球，对，厉害了。那这颗他可能会选择灌球，那我们灌球就是球碰到一个颗心之后再反弹近袋，我们就叫灌球。那他又在寻找这个神秘的甜蜜点钻石点。打灌球通常比较要注重的技术要点，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你要符合一个数学上的原理，就是入射角、反射角。那它当然还会有一些物理上面的修正，那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依经验去做修正。但最主要大致上还是要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去找。那有很多方法啦，那台湾可能就是流行几种，欧美流行几种，然后其他各国的流行几种，那基本上就是6种的方法，应该就不太会有其他变化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远台哈，我们李宏阳同学，这打进如果发力不要差太多的话，应该都会回得来，可以继续进9号球。我们应该要尝试来做一个，哎呀，这个力量稍微小了点，打进的话也不太好进攻9号，浅了一些。没事，我们给宋小弟弟2颗球的机会。我们刚刚说了，3颗球是检验一个选手的，那2颗球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的标准。对，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打完8号球之后，包含母球的做，也都是要先想好。对，他先看了进球点，他应该会选择一个推杆左塞或者是中推杆。好，我们先打进再说。力量不要相当谨慎，相当谨慎。啊，犹豫了一下，再思考。没错。其实撞球最好的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就是它可以，我觉得姿势不对，我就重新再来。哎呀，结果送了一个大力包了。对，搞不好他刚刚原本的是对的。没事，这都是经验啊。看一下眼神，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啊，戴着口罩。但透过眼神，好像有一点点小懊悔的感觉。对，我眼神看到的，我读到3个字，那呢？4个字，那呢？好啦，那这样就看李宏阳能不能把握这个自由球的机会。没有问题。对，到嘴的鸭子也做得漂亮。可以。好，这个到嘴的鸭子，可不可以吃起来？一鸭三吃是。好，没有问题。因为靠着刚才宋佑居的那一个为例啊，最后让李宏阳最后2球可以自由球的优势呢轻松化解掉，然后也拿下这场比赛的第2局。距离他胜利呢还差2局，因为他要拿4局。没错，对。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剩下2局，2个都是拿剩下2局，对，没错。所以说这个叫回到起跑点。我们说平点了，平点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当可惜的第1颗球了。还有最后的8球也是相当的可惜，不过没有关系，球没有到最后，不知道谁输谁赢啊。那今天比赛是进行单败制的所以输了就回家哭了不能说哭了，也不用明天再来。对，明天再来，收拾好心情。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我们这2天的赛事就是选手是可以重复报名的，所以其实也蛮多选手是礼拜6跟礼拜天都有参加。是的，对。那就是验证自己的好时机啦。其实花一点小小的费用，然后来报名比赛，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对啊，以及跟其他选手做切交流。对，我觉得切磋这个宝贵的经验是主要大家想，因为平常大家可能在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熟悉的
球馆啊，或在圈子里面打，那这一次借由这样的赛会出来，然后跟来自其他地方的选手、其他体系的选手来做一个交流，其实都蛮好的。没错，尤其如果说，其实球伴啊，我们会说你会找到一生有一个球伴是非常重要的，是很 lucky 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实力差不多，伯仲之间，然后互相成长，那会一直促使你进步。好。刚才排完球之后，我们也是有场边的人员稍微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再来进行冲球。那我们也其实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有这么完善的环境啊，就是其他地方也很少会有这么多张撞球台的运动中心。是，其实蛮多地方的运动中心里面的撞球台就是只有2、3台，有点供休闲娱乐。那能这样子承办比赛地方的休闲活动中心的话，其实不多。那高雄真的是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这2天赛会能顺利推广，也是要感谢我们的中华民国撞球推广协会以及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很多的帮助跟指导，提供给选手一个好的场域来进行切磋。没错。好，那我们看一下这1号就差一点点，没关系，他每次留下来的球型都不是很好的，真的是运气不错。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球都集中在下半部位。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佑居来可不可以再打一个 combo 连击我们的 kiss 球。其实小朋友的身高都还不错，我没有说特别矮，都有超过140公分。其实我们打撞球真的是需要还是有一个最低标，对，要有一个140公分，这样子你的手才不容易歪。是，对。然后我也看到现在蛮多这个我们撞球选手有开办一些训练营啊，那也有在招收小朋友，那他们都会让小朋友自己带一个凳子，如果身高不够的话，就站在凳子上，对，站在凳子上打，然后那个杆子也特别去帮他们做定做，或者是去一些卖场，然后去买一些比较为小朋友定制的杆子，我觉得都不错。现在真的有在做一些基层的、更小朋友的推广撞球这方面。那这个有点取决于波兰因为像波兰的话，他们好像全国上下有7000个这个青少年有注册打球。对，然后他们的人口数比台湾还要少，他们好像才400万人。是，对，那这个波兰的话是蛮适合台湾做取经的部分，尤其在推广教育。他们小学4年级有一堂共同科目，体育课里面就会有好像6堂课是撞球相关的哈。的确，欧洲国家因为这个酒吧文化很风行啊，所以不管是撞球也好，还是我们说这个飞镖也好，其实都是很融入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没错，对，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休闲运动。对。然后现在要把它也是应该说他们的国粹，所有人对喝酒的时候都可以来撞一下。是的，这就是他们的休闲生活嘛。对。好，看一下有局有。所以你会发现欧洲人他们也比较少去做太激烈的运动在这个里面，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古世纪的绅士的后代，所以他们都希望我们进行的这些运动不要太过于激烈。所以太过于激烈的，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蓬勃。但足球也会有，然后其他的运动的话，他们就会属于比较静态的，尤其4大绅士运动啊。好，这边想调一个远带的2号球，没错。然后3-4变成 CD， 但应该还是可以进攻。我们到2号好好的。稳稳的打进，应该还可以继续进攻我们3号球，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好球，2号球，削的这个薄度。不过呢，母球停在洞口，有一点紧张，还好没有再往前。不要怕，不要怕。
好，那我们来看的3做4哦，马来西亚拉杆1颗星，看他发力，哎呀，稍微发点力，准头稍微失去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他运气依然还不错。小朋友一定心里想说，怎么都做这样的球给我呢？对呀、怎么都留这个球给我，大哥都好难怎么打。这么不厚道的？不过运气这东西真的是很难呐、对，哦，有些人可能这辈子少一个冠军，就是真的差就了一真的就是点运气。差哈。对啊，有些运动哦，就是有些人就是万年亚军。那他问他会觉得差点什么？他说差点运气。但如果他刚好他的这个对手刚好这次不小心打不好，对变成没有拿到冠军，是，然后照理讲你应该也要变成冠军吧？对结果那一次你也没你也没有拿冠军，发挥好哇，这个就真的是有点运气了。是，就是很多因素综合起来的一种统计啊。对啊，也最有名的万年亚军应该就是这个我们羽球界的这个李宗伟吧？啊，对，是啊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一哥，大马羽球一哥。没错，真的是可惜可惜。其实选手其实撞球的相关影片或运动心理学的影片真的是太少了。那其实我觉得蛮多撞球选手，我会建议他们去看其他的运动项目的解说，或者是一个世界冠军的成长史，然后就可以去了解他心理状态，或者他背后可以起来的原因啊。那蛮适合让我们这些撞球选手去观看的，可以让自己多多的成长。那其实撞球运动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你把这个心理学转嫁到你自己的撞球上面，应该也是会有不错的成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防守会不会弄巧成拙呢？哎呦，差又还是捆进去了。哇，弄巧成拙了。他原本是要做一个防守的，可惜结果没有变成进攻，这样把麻烦回到自己身上。他这个4号球就不好处理了。你看这4号球这样滚滚滚，原本以为要停了，结果在边缘，哎，还是给他滚进了。对。好，那他只好把这个麻烦再解决一下。好，他碰到这个4号球没有问题，是一个合法的解球。有下一个4-5的 chance， 终于难得露出一个好机会。邮局看可不可以把握没错这一局哈，来个局数开张。哇，他的出杆点刚才蛮低的，在母球的底部。是的，这个应该是我们俗称的刹车球啊，就是不希望让球跑得太远，然后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刹车球的效果。那但是他有点刹过头了，这 ABS 太强了。是，而且对，他需要架杆。没错。现在车子的制动能力非常的厉害啊，这个刹过头是常有的事。好，哎呀，差一点了，可惜了。教练怎么没关系看他刚刚这个架杆比较可以再精进的地方？他可能身高还是不太够，那拿了架杆器，身体还是要再往前，有点勉强的。勉强，对，这个是身体的因素啊，这没办法。桌子就这么大，我总不能爬到桌子上。是，对，不过没关系，还会长嘛，还会长。对，未来是你的。对的，多吃一点哈。没错，没事。你知道，其实台湾撞球选手啊，据我了解啦，最矮的男生啊，最矮的男生大概149公分。哇，对，他现在也是一个打很好的选手，是，所以其实身高真的不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有架杆器，它是可以用工具辅助的，所以你可以你可以自己研发工具来弥补你自己的身材的劣势，所以其实身高如果不够的话，还是可以打得很好的，对，所以不要气馁哦，撞球真的是不分身高、年龄、性别最多的运动，对，而且它不管下雨天、太阳天都可以打，它只有一个时间不能打，停电的时候不能打。啊，这个远带没有问题，也很利落。没错，
是掉到自己的，他需要解球。好，我们来解一颗星，看看天光有波比不？还行，是一个右撇子非常难打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弘洋，对，他也需要了，他也需要加干器。好，就是剩下最后3颗，一样考验选手哈。这颗要保进是有难度的，而且应该是会1颗星敲到7号球，保进还要看运气啦。那如果选择防守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打整颗定杆，把6号球灌走。好，看一下灰色6号先怎么好的，他灌走了。哎呦，哇，灌的角度，边边角角，灌的角度差了一点，然后撞到了中带角，留下 chance。那小朋友这个宋佑居应该会选择底带或中带，那他这样看的话，应该是选择底带。那这样子7号球的话，就比较难做的点啦。如果选择中带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是打底带的话，7号球可能就要7、9碰啊。可惜远台底带，对。好，留下一个chance。但是7号球左下角底带应该已经被挡到了，然后他又要重新做选择。好，一样加干器，其实选手使用加干器的频率真的不高啊，所以大家加干器的功力可能都还需要再练练。对，其实通常身高较矮的人呢，加干器通常都会用的不错，因为他使用的频率就会比较高。他有特别琢磨他使用加干器的技巧啦。对，而且他的视野也比较适合加干器。像比较高的人就要蹲下来啦，我们俗称扎马步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号球。哎呦，好，有进，然后推杆。角度稍微差了点，不过还行，应该还是可以进攻中带。然后我们就下一个拉杆。好，我们看到他的发型哦，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这个小寸头。是，清爽啦，利落，尤其现在台湾的夏天那么热。对，好，没有问题。好球，好球，打得还不错。对。虽然不是应该不是科班出身啊，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不过以一般选手来讲的话，还不错，这3颗处理的还不错。该把握的地方都有把握住，然后包含教练说的，最后看可不可以连解3球，就是评价一个选手一个基本功的第一个坎，这样子。是的。看到他们现在留的这些发型，就想到我们以前打撞球这2种发型。来，请说说。一个是飞机头，第二个就是中分。对，中分就蛮有味道的了，就蛮有那个以前那个香港电影打撞球的那种感觉。对，我们那个年代应该就是陈晓东最有名啊，陈晓东，然后郑中基都是留长头发，中分。好，那我们。恭喜我们李弘洋同学率先听牌。对，那现在第3局哈，剩下1局，连拿3局的李弘洋，看起来是蛮有机会赢的啦。他连续3颗的处理能力有点略胜于这个我们右局的2颗球的处理能力了。那没关系，小朋友不要气馁哦。还没有到比赛结束前，都还有机会，跟棒球一样，没有到9局第3个人出局之前，都是可以有机会的。就不太像篮球吧，分数早在时间内已经就说完了。不过我相信每个选手来参加比赛的设定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我就是来赢，我就是来拿奖金。是的。那有一些真的就是来学习经验，然后乐在参与这样子。好的。好，自排自冲，李弘洋排完他第4次的排球，现在要来进行冲球。这场比赛他虽然让了对方2局哦，但是从比赛内容来看呢，他的整个心理，不管是心理的成熟度，还是基本功的把握，都是比宋佑居
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啊，所以现在他率先拿下3-0，就看这一冲能不能让他的这个听牌局啊顺顺的起到一个好的开始。还好，哎呀，刚果然是才那个天公有保佑。对，我们的母球小白球停在了底袋前哈，差一点就进去了。这在撞球里面是 lucky 啊，在高尔夫就是哎呀，没错。其实像我们中正大学有高尔夫球校队啊，他们早期高尔夫球校队跟撞球队的交流蛮密切的，所以高尔夫球校队会带着他们的高尔夫球来我们撞球室里面练习，看看他可不可以把他小白球打进洞里。哇塞，你们的同学也是蛮有趣的。我们什么很多运动会互相结合。是。那我有蛮多这个用眼的观念啊，也是从我们学校的射箭队去得到很多灵感。因为撞球它是一种精准运动，它用眼的状况也蛮特别的。对，我们会因为撞球是2只眼睛在打，跟射箭不一样，但是撞球就会有主视眼跟副视眼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这只眼睛用60%，例如说你假设右眼是60%，你左眼40%，可你趴下去，你伸出了左手之后，你可能视线被遮盖，对，你的右眼可能就会变成40%，左眼就变成60%，那就跟你平常看的这个远近感就会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他就是有瞄在这直线上，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确实透过对2只眼睛视线的调整，去判断这个空间感跟距离感，是蛮需要从小到大的习惯。有些人，我们说撞球有没有天赋，第一个就是用眼睛，对，眼神要好啊，第一件要素。有些人的这个眼睛可能用了一辈子，但他的这个用法就非常不适合撞球，可能他在撞球上面就会遇到许多挫折。尤其现在小朋友会习惯在床上躺着用手机，那这个右眼的用眼比例就会非常的多。是，现代人毕竟因为这个3C 产品的风行啊，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整个青光眼的患者年龄啊是有蛮明显的下滑。以前可能都要40-50岁才会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20-30岁可能就出现青光眼的状况。没有错。所以大家除了打撞球、滑手机啊，也是要那个注意时间，然后做一下眼睛的休息。没错，现在哎呀，他打了一个犯规，球没有去碰壁。其实也就是前几天就是在跟朋友们聊天，说我们以前玩的什么。那现在小朋友就有一个家长说，现在小朋友真好，有手机可以玩。然后我就想说，现在小朋友真可怜，只剩下手机可以玩，除了手机之外，其他都不会。是，所以也出来打撞球也是蛮好的。没错，短暂抽离一下。其实像国外为什么那么风行撞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手机其实很少在使用。我有问过，其实蛮多国外选手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频繁用手机，是第一个，他们 WiFi 的建制率并没有像台湾这么密集，所以他们很多到时候到哪里之后是只有手机可以打电话，但他们没办法上网。对，他们手机的吃到饱的这个风气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好像大家都是吃到饱，然后一直滑。是的，对，外国好像没有这样子。对，所以他们不会一直拿着手机在滑，他们就会一直打，就打球的频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哎呀，相当可惜。对，也还是有修正的空间没错，不过没关系，还是剩3颗，但是这一次距离就比较远一点。我们看李宏阳能不能顺利收下他的第4局，迎来胜利的果实啦。好，第2个大推杆，不错。7号球没有问题。好，角度也做得非常好，这个算一般组里面小有程度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应该是打一个拉杆。对。好，那我们来看，一般选手有时候拉杆会突锤，他应该不会突锤吧？好，可以哦，可以哦，角度也不错。对，主球设定的位置蛮好的。
没错。好，顺势带上对，我们右局的这个眼神。运镜，这个运镜100分啊！没错。我们给摄影师加鸡腿。对，很像那个撞球漫画或是影视剧里面那个进球之后，对手心里的那个。没错。哎呀，相当可惜。不过对，9号球这样是不是给了右居一个悬念呢？没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要好好把握。哎呦，小白，哎呀，这个尾刀还是没有办法。哇，炮车就这样掉了。对，怎么会有这么戏剧性的发展？哎呦，这就我们说今天的运气啊，真的就是差了些。没事，看得出他没有会伤心到想哭。我小时候这样子，我就直接哇，整个眼泪都喷出来了。好，在经过刚才那个有点戏剧性的小插曲之后呢，李宏阳这边还是没有问题，以4-0拿下了今天这个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对，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为各位带来第2场的赛事。是。好，两位选手来进行这个冲球的比拼啊！现在马上要进行到是我们今天转播到的第2场比赛，由杨宗宪来对上许佑彬，同样是一个混合组的交手，所以许佑彬要拿下2局就可以获胜，而杨宗宪这边要拿满5局才能获胜。所以程度上呢，会比我们刚才第一场看到的李宏阳对宋佑居还要再差一些，因为刚才是一个4-2的状况，现在要这个5局比2局。
今天包含刚才的小选手宋佑居，跟现在看到的许佑彬，都是来自光华国小。今天穿这个蓝衫军啊，在我们比赛场地蛮多的，应该是整个撞球队带来做一个学习跟切磋。好，许佑彬的冲球，看一下，因为这次大会规定冲球位置必须要置于终点，所以呢，在那个撞击的物理上，就会跟现在很多赛事冲球点可以自己摆放在线上的那个会有差。好，黑衣服的是杨宗纬。杨宗宪，抱歉，杨宗宪不是杨宗纬，念得太顺了。是他跟这个歌手杨宗纬了。杨宗宪也是歌手，一个老歌手。老歌手，啊，这名字在演艺圈有蛮多，对。这叫杨宗宪，叫宗宪的很多。对对，没错。真的是慈母生很多宗宪。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号球是一个刁球好不好解呢？如果没有解到的话，会不会被人家来个29控或39控呢？好，哇，这个解球相当的精准哦。许佑彬，其实这个杨宗宪选手是我的学生哦，好，那你对他肯定很了解了。非常了解，对。但他之前大学是念这个我们的高师大，高师大，对。那他现在是就读资工所啦，那课业也是相当繁忙的，然后撞球就是他消遣的工具之一。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大学生在追求课业同时培养1-2个可以让自己消遣的兴趣。我觉得，然后透过这样的竞技运动啊，然后去强化自己的内心，然后结交一些社交圈，是蛮好的。没错，他也因为撞球交了一个女朋友。哎呦，我们其实中正大学都会为这个学生们办一个暑训或者是寒训，那别的学校都会来参加交流联谊的状况。是的，因为别的学校没有寒暑训嘛，全台湾目前就只有中正大学有寒暑训。对，那别的学校的学生就会来。那我们学校只教男生也可以，但是教女生，哎呀，差一点点。好，教女生的话就更多。这个更有一套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教女生比较有一套，别的女生们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哦。那别的学校女生就会慕名而来，那我们学校的男生就有这个红利的部分。大家以球交流，如果谈得来的话，是不是对更进一步这样子？没错。所以我们也成就蛮多队的啦，也有毕业的学长姐，对，都因撞球而结缘。那其实撞坛啊，职业选手们也是蛮多，都是因撞球而结缘的，很多伴侣们，对。而且就像教练说的，其实撞球是一个可以克服这个年龄啊，或者是性别差距的，男女朋友一起出去打球完全很 OK， 对，不会说像有一些运动。男女虽然也是可以一起执行，但是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落差，这样子。没错。好，两位选手的节奏打得很快啊，比起刚才前一个组别。没错，感觉这个许佑彬应该也是快很准型哈。对，他的节奏也打得蛮快的。他用的球筒也是比较不错，比较愿意花钱，小孩子可能的实力应该都不错啦。应该是光华里面比较高年级的学生了。对。老人家总是会有讲一句话嘛，球要打得好，钱先花下去，先花下去，是不是？证明你的决心，这样没错。就花钱都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有决心。是，我培养小朋友一个才艺蛮好的。对，现在其实父母愿意接受很多才艺的这个多元化，其实蛮多的。尤其以前都是会有，就是只有那几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冷门的才艺，家长也愿意投入。家长不会觉得说这个就不会有人去看，他会觉得越独特，我小孩子也许就越独特。
哎呦，这个还会对这个镜头做鬼脸，还不错啊。还有先观察一下刚刚同学的那个敬畏在哪里哦，他知道好，我等一下上班我就要休息的时候我要看这一集。他搞完的时候就 Q 我 Q 我 Q 我。哦，那我们其实有蛮多球类运动，是不是场边的观众们都会有那个 kiss tag 啊？对对对 ，kiss cam。对，那其实撞球的话，其实不知道啊，因为目前还女性入场的人数还没有到很多，但我希望有一天是，我希望对。有撞球比赛好像大部分是带选手的特写比较多，观众偶尔相比你说篮球、棒球，那真的少啊。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职篮职棒，哇，这个场外的啦啦队风气真的是有点反客为主的感觉了。对，我们都说，所以导播都很知道要带场外了。人家说法香区嘛，现在都是流行法香区，但也造成很多情侣之间的吵架。不会了，你懂都拍 show girl。好，哎呀，送大礼的哇啊，人情世故感，对，跟刚才情况哇。教练怎么要跟你学生讲什么？不用讲了，他自己摸着头。这我们回去不用反省啊，看人家说生气就是不威而怒，我们就是要展现不威而怒。看一下刚才中线进球之后，母球有点超出他的预期了，这样子会让许佑彬。哇！恭喜！是捡了一个大尾刀啊！没错，我就喜欢这样子的结果。好，这样子，因为中线的礼包哦，没错，对，那这样率先拿下第一局的是徐佑彬，而且他在这场比赛，他只要拿2局哦，没错，所以他现在已经50 chance 了哦，没错，哇，那我觉得这个杨宗宪压力有点大。压力山大，压力山大。我们就没事啊，他也常常是在这样子送很多球给学弟妹，他是一个好学长。那我们来看，其实现在小朋友要在打撞球这里的话，是环境会比以前好很多的因为以前其实不只是撞球，你说各行各业啊。蛮多前辈们都会抗波，就是偷场招，然后就是不教你完全，我要留一手。对，我要留一手。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怕留一手，因为人才都已经渐渐快没有，少子化，对啊，各个运动都在抢小朋友。对，不只是撞球，你说这个水电工，现在师傅也不敢长招了，都怕没有学徒啊。所以现在大家的学习环境就比以前好很多了。那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啊！以前我们可是在旁边看，然后还偷拿笔记本在那边记，然后记完再问，然后还不一定教你。现在是你赶快来问。哇！许佑彬刚的冲球母球跟6号球发生一个碰撞近带，所以现在中线有自由球的机会。没错啊。那我们来看他连续吃球的能力，好像如果做到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困难一点打进。然后，中线这位选手有青台的实力吗？之前有啦，但最近可能硕士念的有点久，我们希望他可以顺利毕业啦，就是比较少再来球场练球了。对，因为硕士你总真的不能念到硕士吧？是，那他真的是达成这个4的成就了。Okay. 所以我希望他能顺利的赶快毕业，然后尽早就业，然后不然一直待在实验室真的是蛮辛苦的。对，他本身是念资工嘛，像这个东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兴趣，像我是觉得，我需要一点调剂，对。念机械虽然都是理工科，但是其实都差蛮遥远的啦，那个感觉。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座4，他之前的话也是我们队上的助教。对啊。好，
那我们的这个助教非常喜欢送球。对，这一局送的比较早哇，不然越晚出现越紧张啊。他一定知道我在看，越打越完蛋。他一定心想说，教练又派我到直播桌。自己摇摇头，摇摇头，今天是当送球童子，没错。要回家准备看论文了，小朋友要拱他脚。哎呀，慈悲为怀，慈悲为怀，仁者之心。不能啊，他不能被2比，这回去学弟妹要笑死他，他要赶快拿下1局。好，现在两边都在做4号球粉色球的解方，看看谁先把它解掉。对，其实前几天我有跟这个我们职业选手啊，目前台湾排名第1，台湾目前国外成绩最好的选手柯秉中聊天。对，他就说，其实国外有很多选手已经16到20岁之间，能跟他打的不相上下的选手很多很多。那台湾目前就是2、3个，他会觉得说，我们要赶快造就一批这个年轻少将新血啊，不然等他老了，技术也不知道传给谁。是，对啊，所以台湾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积极推广这个国中、国小的撞球推广啊，真的是有点来不及啦。我觉得晚了大概5年啦。5年后，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真的是对于整个运动啊冲击都蛮多的。对，不止运动产业啊，各行各业都是。我看好多餐厅都会写着这个缺工啊，然后或者是要招这个那个工作人员都有点困难。那这个就是台湾政策上面的发展啊，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懂，我们外行，那也希望说能尽快改善这个环境。对，那这大家一起努力啦。真的这东西没有一个人愿意是希望变得朝不好的方向走，没有人说我就希望是少子化，当然是不可能。我们希望说能朝更好的未来方向前进啦。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跟难度啊，也希望就主管机关也是要跟我们社会大家一起努力。对，全国上下一条心啦，大家才有好的未来。好，虽然刚刚有提到柯秉中，其实他们柯家3兄弟在台湾真的也是为撞球界付出很多包含他们在这个也有经营自媒体，然后在宣广、推广、教学做这个撞球。不过他们也真的提到说，就是好像现在下一代啊，这个断层的感觉。相信你也在从事这个撞球的教育，对，你应该也是很担忧这样的状况吧？是的，但这就是网咖跟手机带来最大的冲击感嘛。那其实不止台湾啊，日本、韩国，像这些 WiFi 建制率比较高的国家，其实都有这些现象。不只是撞球，或者是它牵连到很多产业。那日本目前也没有想到一个解决之道，韩国也没有，那台湾目前也没有。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第一个，我们希望手机的游戏越做越烂。那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先想办法先把别人变烂嘛，对不对？是，这就跟打撞球一样嘛，我打不赢你，我先想办法搞你心态嘛，对不对？合法之下都可以。对，那我有朋友说，正好我们的2008年到2018年，其实撞球人口是急剧下滑的。我们从2018年开始，人口有止跌小小的回升。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手机现在在做氪金游戏，没有人愿意花钱买这些不好玩的游戏。而且你说的那个年代是整个网络游戏最蓬勃发展的时候。是的，那现在已经游戏没有做出那么精致，然后可以投入少少金钱玩得很开心的游戏了，所以现在的人可能就手机太晚，然后他就开始出来打撞球，是一个很大的
你说喜讯吗？对我们撞球来说是喜讯，可能对手机行业或者游戏产业可能就不是。对，没有，最近大家在封那个黑神话悟空，要可能等悟空破完之后再出来打撞球。对，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全破了，他玩了136个小时全破了。这好。那当然啊，就是网络上有褒有贬啊，就是对于这个东西，那我蛮喜欢有幕后制作人员去看这些制作的方式，例如说他是把这个黑悟空的各个场景拆解，然后他去看人家怎么去堆叠这些场景，那我觉得不错，这个才是去看这个产业最后的目的，而不是去看行销啊玩的人，我会去看看说人家怎么去制作这个如此宏大的作品。那我们台湾要怎么去做一样的设计？对，好，中线又是到了很关键的时刻喽。没错，这个要打起100%的精神哦。有点紧张啊。我们大家都看得出他的紧张。好，9号球，角度差了一些哈。送礼自用2相宜，真的是送礼自用2相宜。哇，这个位置也是蛮甜的呢。没错，角度不大啊，身高也够小朋友打得到的地方。好，真的，谢谢大哥哥，真的谢谢大哥哥。好，哇，有点恭喜右兵获得晋级下一场赛事的资格。是，我们也恭喜中线有时间去看他的论文哦。哇，这场比赛好，我们的右兵把握了大哥哥中线哦，这个送了大礼包，对，新手大礼包，然后以2-0的方式给大哥哥剃了个光头。好，那我们的这个转播桌要进行场地整理，稍后下一个组别的赛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紧接着下场比赛精彩了，来自这个亚锦赛青少年组的冠军庄智宇来对上女子选手武嘉轩。没错哦，那我们庄智宇选手是在前2天在这个台北西门好客撞球场获得亚锦赛的冠军。然后他当时的对手是我们的日本选手。那这个比分啊是有点悬殊啦，那应该是毫无悬念。那我们也恭喜他。那
他打的当下，我就比完赛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一场比赛你有什么压力？”他就说：“其实还好，就是没什么压力。那在心理素质上，我觉得他也算不错啦。那台湾为数不多心理这个非常坚强的选手真的不多。那有些选手就很容易紧张，那他是为数不多不容易紧张的选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球哈。那这次的开球方式跟他平常比赛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他会发挥的如何。好，那看来从比球上他就输了。没关系，这对方女孩子就是 lady first，lady first， 对 lady first， 这个果然是4大绅士运动之首，对，撞球。让一下哈，庄智宇也是就读高雄的中正高工啊。没错，对，教练刚刚讲到，他前2天的比赛是出战日本的选手宫本龙胜。对，然后那时候庄智宇是以7-2，确实是蛮大的差距。然后这次又是在老家高雄来出赛，我相信在心情上应该会轻松蛮多的。没错，这里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对啊。那早上我看到他说：“你来这个，你起得来啊？”他说：“我现在是口睡早起的好孩子。”我说：“很好，运动员就应该要这样。”啊，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开始培养就是间歇性睡眠的样子，因为有时候出国比赛，你可能调时差，你要能睡3个小时，能睡4个小时，你也要能睡14个小时。就是我说你要开始培养这些很奇奇怪怪的能力啊。”是。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中间冲球哈。对第一个7号球有球进，然后1号球在8号球的旁边，应该是不太能进哦，挡到。吴嘉轩是比尔组别击败了王敏玉，然后晋级上来的，碰上了我们的种子选手庄智宇。哇，我们前3场比赛都有光华撞球队的队员。没错，人海战术，对，人海战术，跟我们中正大学一样，我们是人多，一出来就是。不过你们的选手就是大家就是穿自己的衣服啊。对啊，我们都是穿自己，这样才可以吓到人家。你就是要躲旁，对，人家说打不赢，人家先把气势压赢人家。我小时候也是啊，看到人家多的我也是会怕，或者是他拿的那个球筒看起来很厉害，你会觉得哇。他很厉害，我们说树大就是美哦，这个数量一多，看起来就有压迫感。没错，哇，你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赤壁之战，曹操的那个水军连绵长江数万里，有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庄智宇前2天的比赛非常的优异哦，所以好的状态应该目前都还在那个状态里面，对 on fire 的状态里面。其实当天那比赛他没什么紧张，反正紧张的反而是跟他同期的一些青少年，那说，这颗安妮皮头有没有怎么样啊？每个人都很担心他没有办法拿冠军，他自己倒是很老神在啊。有时候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就是这样子，旁边的人都说，你行不行？结果他自己就说，还好吧。就很像有时候我问秉忠说：“你当下比赛感觉会不会紧张？”还好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有点比赛比到麻痹了。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又是一场把平常练习的东西拿出来，可是旁人看就会很紧张。它很像就是如果我们去一个行销公司的话，它就有点像彼岸，这有人在跟人家竞赛这样子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只是一个工作。对，哇，这个伍家轩的解球也不错他们数学都很好，他们利用这个杆子的长度去模拟镜子中的物体的长度，做到这入射反射角应用的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庄智宇，对，这个青少年冠军，他还是打4局啊。我们很多大专杯选手还是要让他1局，对，大家头都在痛，头在痛。那我都跟大专杯选手说，没关系啦，我们就是
让滴滴嘛，对啊，那个什么人有失蹄，马有乱手，哪有吃芝麻不叼烧饼的？你看话都不会说的，全部都说反。毕竟每个成绩里面都会有一些这种大物出现哦。没错。对啊。好，那我们吴嘉轩人缘非常好，所有的光华女子选手都在旁边看她。就女生好像都会帮女生加油居多啦，男生的话就是在旁边偷偷看，看你打得好还是打得不好。特别这个对战的选手啊，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对象，所以大家都来顺便观摩一下，然后帮这个光华女子选手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全队的希望，来加油一下。好，那我们庄自己抓了一个中带哈，那看2号是不是往中带接，我不知道他比这中带是要往这边接还是要闪掉。因为解禁的话，好像3号也没有说很好处理。好，他是往这边解，没有错。好，2号球来到了台子下方，好，在贴壁看得到，但不太好进攻。是，因为冲球的落点比较遮挡，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局这节奏偏慢，目前只有。还在打2号球，还没有一个很好进攻的地方。对，哎呀，好球，相当的稳健。能晋级上来也是不错，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好，没有被这个威名所震慑到。不会啦，我相信能跟。如果今天，当然我不是一个撞球很厉害的人，可是如果今天我来参加比赛，遇到这种得奖选手，我反而会想跟他。比比看，哇，那你跟我是一样，我们都是 I want be a hero， 就我不用拿冠军，但我只要打掉冠军，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冠军了。是觉得会有学习啦，会有收获，对。我们都是想要直接找冠军单挑，你冠军哦，我跟你打一场，我们是属于刺头型的，对。我不用打那么多场，我只要挑冠军打就好。以前都是想要等冠军出来，打一场。以前比较幼稚啊，就是觉得那个第一名还是有那个荣誉感，很想要拿那个第一名的感觉，在心里还是会很开心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座4号要闪过5号球，看一下抬高杆尾的技术如何啊？撞到5号球一点点，这个母球，来，谢谢妹妹，请自取哦。好，我们说了这个3座4并不是很好做嘛，这应该还是打多一点的拉杆，但可惜他没有抬太多的杆尾，自由球留给妹妹。好，那这个关键的话就是6号球啊，6号球其实不太好进攻，所以妹妹可能会选择不吃完啊，她直接选择一个4-9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选择啦，因为6号球其实不好处理，你4-5打进6号球，除非打底带做很好，不然其实也不太好的进攻啊。那他觉得一个4-9碰，那我觉得以他这个现在这个年纪处理这个球型4-9碰是最好的选择。OK， 所以在战术考量上，吴嘉轩也是蛮成熟的挑自己最有机会的套路来执行，没错。好，来看一下他的。我是希望他能 key 进来，这样给我们冠军一点压力。对，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对，好，不过有点可惜。没错。怎么办？我们都是见不得人家好的没有感觉。我们是想提升比赛的精彩度。没事，因为是够熟的选手，我们才可以这样开玩笑，对不对？不够熟，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他赢啊；够熟，我们就希望他输。好，没有希望他输，希望他有点压力这样子。好，没有问题。然后走到5号球，那这有3个路线可以选择，然后第一个是低杆左塞，我们可以做6号球远台；第二个是推杆右塞，做一个从8号球旁边下去做6号球右下角地带。看他选择第一条了比较保守一点，但这个球稍微小力一点，角度做得太大，
对，应该没有关系。这个是跟他平常训练的洞口大小也有一点点差距啊。这洞稍微大一点，他应该准度上没有太大问题。那是中推杆，1颗星做8号球中带。好，来把压力给到冠军身上。漂亮，好球，好球！母球贴壁又有变数了。对，这个8-9是不好处理了，不好处理。对，好，应该有很多处理方法，但是都不太好处理啦，因为都没有什么最佳解。那看这个角度，看起来他应该是要轻轻打，没得选啦，角度太小 ，OK， 轻轻打。好，压力给到冠军。母球定杆的位置也蛮好的，还行。对，就是9号这边贴着壁，需要高一点的专注力啊。哎呦，好，没有问题。对，庄智宇还是不愧是前2天拿了冠军的男人哈。那个虽然后面这几球都有一些难度，但都一一化解掉，率先拿下了这场比赛第1局。没错，人家说3指拿田螺，10拿9稳，就是在说他。哇，轻轻的都是轻轻打，然后可以把一些稍微不好处理的球啊都化解掉。没错，这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他还是想出的办法。是，那这就是稳定性的表现。但吴家轩他还是有基本准度的，看来他也没有太过紧张，他也许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他待会赢的关键。对，因为毕竟有让分啦，所以即便庄智宇率先拿下第1局，但后面都还有变数，不好说。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你看吧，母球马上现在留给他一个1-9碰的机会。没错，好，身为主播或球评呢，都一定要中立，但是我们这时候又小小的希望比赛增加一些悬念。哎呦，吴家轩也是这样想哦。对啊，好好瞄准。对啊。既然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没错，谢谢哥哥待我不薄。好，一样来做一个 kiss 哦。不过这个 kiss，这个7号球可能背点娃娃哈，但没有办法，他这个还是他最佳的选择了哈。如果为了要赢的话，这个选择是必然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他可能身高也是有点受影响。对，他架的那个稍微比较没那么舒服。哎呀，有没有 lucky 啊？没有，好，真是可惜啊。没事，是一个好的尝试。他想要来一剑封喉。没错，有想法，我喜欢。好，那这个1做2呢，应该是第一杆左塞敲一下3号也可以的哈，看闪过3号。敲的不好，好，这个我们冠军疏忽了，疏忽了这个球台的特性，这个低杆的效果会比较早没有哈，会马上变推杆，所以拉不太过。可能还是受到3号球一点点影响哈，要补一点右塞，让这个母球有点小小的取球现象哈。我们说 masse。好，屏息以待，看一下这个2号球。好，果然这个右塞多了哈，变薄了，但运气不错。我们冠军有时候也是要靠运气嘛。没有，我们讲话不要太深。没事，好，
这个冠军要有个样子，嘴巴闭起来啊。没事没事。其实，在选手养成上啊，我们都会跟年轻选手说，你将来会接受到很多采访，你该有的仪态要开始要有，要不然赞助商是不会找你的哦。比如说你平常的品性啊，或讲话的态度是否得宜，这都会影响到你很多赞助商的赞助意愿。确实哦，不管是哪一个运动项目的选手，如果你未来有打算往职业跟商业化的这个模式去发展，那除了你的球技要好之外，如何展现自己、培养个人的这个形象跟魅力，这也是一门学问。越早开始做越好。没错，像其实国外蛮多选手都会有上说话课，那他们都会说，这个说话师都会帮他们设计蛮多说话的结构句，顿点、抑扬顿挫以及情绪的表达。对，我觉得这都蛮不错的。然后像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巨星 LeBron， 他的说话师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帮他设计的很多这个讲话的流程，那我觉得都有带来不错的商业的效果。没错，对，那你就是要展现你自己的形象啊，我们说人设啊，对，你才有办法做到很好的形象，那你这样子才有得到好的赞助机会，选手才有办法打得长长久久。不然光靠奖金，你又不是每一场都拿冠军，那你其实真的很难会又靠奖金生活，你主要还是要靠一些赞助来帮助你。所以良好的形象会帮助你在这个路上走得更远、更长、更久。那也希望各个选手能在球技以外的这些形象上做一些努力啦。说话、礼仪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具备的。好球，接得不错，完全不慌不忙有一个老大姐的感觉。对，吴嘉轩应该也是球队里面的高年级选生啊。其实我蛮喜欢高雄选手，尤其蛮多职业选手都是高雄出身的。其实我蛮喜欢高雄出身的职业选手。第一个，我觉得都蛮有稳健的感觉。那再来就是高雄选手也比较在选手养成期的初期都吃蛮多苦头的，练很多苦功，所以他们的一些基本功都相较于其他扎实哈。所以高雄是一直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但其实传统之外也有带来一些利与弊啦，就是基本功的练习很扎实，但蛮多新的观念也比较难注入到这个扎实的文化里。那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新旧交接中去 support 这项文化，或者是这些教练的过程中，去给他们一些建议，让他们看看国外的东西不是说国外的东西一定比较好，而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之中激荡出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例如说，我也是拿了很多国外的东西，然后给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改变，让这些选手去实验。那蛮多实验是从柯家兄弟获得印证，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吴嘉轩刚的跳球发生了违例所以让庄志宇这边获得了自由球的机会。没错，但5-7可能他还要再思考一下。但他如果做到这边的话，我是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因为这样就等于要做5-7碰。那如果比较好的选择，我会建议他做到球台更中央一点，角度大一点，然后5号可以做中带。那他做这边的话，可能要做5-7碰。硬要做中带的话，力量就要更大一点够不够？好，够的，好。从画面中我们可能感觉角度有点小，这其实角度蛮大，够他跑回来。其实这场赛事我刚有听主办单位他已经办了21年了。那确实有一个长久赛事是培育选手一个很好的摇篮，尤其我们要感谢更多的地方有利人士支持真的
一个人难成大事啊，要有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有心的人长期支持这项没有商业利益上的带来的回馈，需要更多善心人士的帮忙啊。那这些善心人士，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不管是政治上或者商业上，或者是学界，我们都非常谢谢他们。今年的113年度的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也是主办单位用心提供了很多的奖金。这2天呢，冠军可以拿到6000元的奖金，还有这个高级的奖状跟奖杯。亚军有3000元，季军呢有这个2名来并列，一共是1600元的，分别是1600元的奖金。那第5名可以有4名来并列，可以拿下1000元。而且如果你2天都获得冠军或者是前3名还有 bonus 的加码，也是鼓励选手多多参加。我们谈笑之间他已经吃完，对，他已经吃完了。第2局还是由我们的庄智宇给拿下。没错，对，他已经可能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可以。他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看看今天的6000可不可以到手哈？没错。那很好了，我是建议他，其实不管大大小小的比赛都参加，当然，或者是不一样的桌子也多打打，因为选手只打到最巅峰，不是你多厉害，而是说你的适应力。对，因为尤其去台湾选手要常常跑欧美国家去参加比赛，那个气候环境、水土啊，对，尤其气候环境对台湾来说是更大的差别。那他们要赶快去适应这种。例如说去国外天气很冷，你有没有办法马上热身起来？然后或者是比较干燥的国家，球就比较会跑，那他跑的路线会是怎样？你知道我们能马上适应。所以选手我们参加大大小小的赛事，不只是为了要拿好的名次，我觉得是训练更多你的适应力，以及你遇到这个东西你要能思考的逻辑啊。例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高雄市凤山的妇幼馆，那它是一个适合全家大小的场地，那一定跟你平常练习的场地有所不同。那你就要去思考说，在这样的场地下，我要怎么做调整，才能发挥的跟平常不会差太多，所差无几。那这就是选手们要去练习的课题啦。那其他选手呢，就是来这边尽情的享受比赛，然后看看高程度的选手如何去做一些基本的路线选择以及思考模式，也是非常需要去练习的，然后吸收，然后内化成自己的经验。好，那我们看庄智宇刚刚这颗左手呢，拉杆也是不错哈。是。撞球选手打到最后都要稍微左右开弓，一定要，因为这样在整个角度啊，桌子的所有出杆才会顺。没错。我早期以前很小的时候，以为2刀流的意思是左右开弓，结果2刀流的意思是他头打俱佳。那我们最近这个棒球，对，头打俱佳就是我们大谷翔平。没错，哇，太可怕了。一直在刷新纪录的人，他真的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对，漫画都不敢这么画。没错。那其实我们撞球也有画，日本也有画蛮多漫画。对，是。对，那蛮多选手应该都有看过一个叫做《撞球高手》的这个漫画。那它里面蛮多东西都会被现在选手们津津乐道啊。津津乐道，它也是很超级细的漫画，我们可以这样讲。没错，它有很多违反现实，对，天马行空的想法。没错，但是大家都还蛮喜欢看的，是因为撞球你就是要蛮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才可以激发出你很多吸引人啦。我觉得要先吸引人，然后读者对看了之后呢，他才会进一步想要再去深深的投入啦，或是研究撞球这门运动。没错，对，我们刚刚教练说的这个撞球高手，来自日本的作者前川刚老师，他的作品那应该说是台湾知名度最高的撞球漫画。没错，那它里面有多夸张的，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他
想象力很丰富，创造了很多神奇的打法，什么散弹枪打法，然后还把那个白色的母球撞碎，用碎片呢去把多颗子球打进，就是这么夸张。没错，这个散弹枪打法一点都不胡啊，就是这个可能也考虑到早期的工艺啊，然后早期的这个撞球它的做法。母球比较容易裂，所以这散弹枪打法，我觉得确实有可能的哈。但是有没有那么准，我就不知道。它是散的3块，然后3颗球都可以进。那我们目前现在是只有办法打的那颗进啊。哇，可惜了，我们这个庄智宇的跳球打了一个青蛙跳哈，没有跳过去。对，确实跳球这一门技巧是要打得好，尤其是关键时候，哇，这要怎么练，教练？要怎么练，其实就是对于力量的掌握啦。那你对于力量，你一定要先有个力量，才可以让它作用力反作用力跳起来。那至于弱点的话，就是看你的力量。那我们高中常常学到嘛，我能飞最远的距离就是45度才是最远的距离。那我建议选手在练习跳球，可以先从就是你把杆子拿成45度，然后去练习的话，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那45度。练好之后，你可以再依照母球跟子球的距离去调整你的角度，你就能日以俱进啊，就会练习总是会得到效果的，所以不要害怕练习，但你找到一个好的教练，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那这也是国外跟台湾目前最大的差别，台湾要10年才可以出一个球王，但国外可能只要4到6年。是对，那这个差别在于。蛮多的规划上以及教学上那你总是要赶快让他打出名堂，才可以养活自己。那我是希望说台湾能再多系统化一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那让选手赶快可以养活自己，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不然一直靠家里，除非家里有矿。对。好，那我们吴家轩同学留下了一个6号球中带呛死，给我们的少年球王啊。虽然这个少年球王的封号已经被职业选手拿走了，也是我们高雄的好手，在这个男子叫陈英杰，但他现在已经中年了，所以我们可以叫他中年球王。中年球王对，少年球王我们换人当好，给我们庄智宇。哎呀，好，没有。其实我还蛮佩服台湾早期都会帮一些选手想一些取外号，像棒球也是啊，篮球也是。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帮这些小选手想一些外号了，因为现在台湾他们都会觉得很中二，对。但我觉得有那个封号，我会让人家更多的想象色彩，或者是个人特色。我们说就是要把选手明星化嘛，你要说到个人特色，对。所以我觉得封号是必须要有的啦。封号比较容易出圈啦，就是如果平常因为台湾的风气也是选手得名了，大家才会去报道，或者才会去认识你这样。那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打得不错，然后又有一个吸引人的封号，有时候比如说一出现在整个报章杂志里面，或许才会吸引人家去阅读你的内容，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标题的话，或许大家根本连第一时间点都不想点进去。没错，对，像唱歌好了，很多歌手刚出道就会有人说 R&B 小天王或者是这个 R&B 小天后，或是叉叉叉接班人，对，你总是要有一个 title 人家就会比较好注意。是，这也都是一些包装的方式啦。没错，像台湾早期这些选手的封号，都是我们台湾撞球协会的一位资深大佬帮他们想的，例如说这个张云雄张老师他张教练，他也是我们名球评，他会帮选手想一些名字，然后这些名字是要么就是选手的打球风格，或者是从他名字去做延伸，我都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很有想象力哈。对，我也想要有一天有自己的封号。我现在有，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球技就没有相干。你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我叫中正金城武。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今天才看到这个，我们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回顾，对，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金城武早期的影片，我觉得哇，真的是以前的人长得都蛮有特色的。哇，想攻一个大圆带哈，角度偏差了一些。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的林全甫教练很有兴趣的话呢，教练，你有什么方式可以找到你？应该可以在脸书或 IG 上都可以找得到我哈。欢迎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中正大学撞球中正金城武林老师林教练的这个page。好，那我们庄智宇非常顺利的打进8号球之后，做到了9号球。好，没问题，后面几球都稳定发挥哈，都在他的实力里面正常发挥，这样就也拿下了第3局来听牌了。没错，对。今天的比赛也是从我们的上午的9点半这样子一路进行呢，我们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30左右，然后会在中午12点带来这个午餐跟休息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选手们今天也是有蛮多比赛要打的，一路从64强、32、16、84这样子一路下去。没错，而且是单败，对啊，输一场就被瞪起来，就可以准备回家吃中饭了。我是说洗洗睡，还太早了，可能还太早，下午还可以做点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冲完球之后，9号球还是会有滚动哈。然后这个4-6是一个集团球，我们俗称 CD 啊中间冲其实真的是蛮难进的，对，但是增加比赛的一些悬念啊，这也是主办单位故意为之，是不希望太强的选手有继续进攻的能力啊。不然现在主流都是会把母带拿到我们现在画面上右侧的这个右偏角冲嘛，以右撇子来说的话，这样子进球率会比较高，是，那这样就会有连续持架很多局，那因为这是短局数，主办单位不希望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球，他有在思考那就是1做2，2做3，关键就是2做3跟4-6这一组啦。那我是建议他啦，这一组就先不要吃了啦，反正3号、7号、8号是一堆球，他可以用这些球做防守。那他如果吃的话，就是对小妹妹的人吃；他如果叼的话，就是对小妹妹残忍。他果然是个残忍的人啊！对，即便握有3-0的绝对领先优势哦，庄智宇依旧是不愿意给，对，不愿没有，他也是把他自己平常的策略跟设计也贯彻到底。没错，人家说尽力去打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是的，他也没有因为这个实力的差距而选择比较随便的打法。他也是把他当作世界第2名。没错，因为他是世界第1名。他把他当世界第2名在打啊。对。毕竟不是每个选手都像宗宪一样那么 friendly，那么新手 friendly。没错。那我们来看这伍家轩的远台，哎呀，可惜他2次都打稍微薄了点，这可能他的这个右眼比例使用过高他都是打右侧都是变比较多一点。尤其有时候我们像有佩戴眼镜的选手，因为眼镜镜片啊那个曲度，有时候你在个别角度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偏差？所以眼镜有分贵的跟便宜的，贵的它就是你看起来的大小就是跟你实际看到的大小是一样的。对。那如果比较便宜的，比较接近球面的，因为这个镜片有分
抛物线曲面跟这个球面曲面。是，如果是抛物线的话，它就是比较贵的，那它就会比较可以看到球的真实大小。啊，你比较便宜的镜片，它球形镜片，它就会看到球的大小就是假的，所以就还是会有一些落差。教练，像你也是佩戴眼镜，是？那你从事这么久的这个撞球生涯，你是从一开始打就戴眼镜吗？还是你是从一开始没有近视，然后一路打到佩戴眼镜？哇，我这个近视从小就爱看电视，看到电视，所以你从事撞球的时候就已经是佩戴眼镜的状态。OK， 但因为我没有配这个，有一种眼镜是宽型的，对，那它就比较适合打撞球。那其实有台湾蛮多撞球选手戴眼镜的，他有另外一副眼镜，专门是比较宽型的，对。那最有名的戴眼镜打球的选手，国外的话就是女子选手 Karen Crow， 那台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浩平哥，那他也是戴眼镜打球。那戴眼镜有没有会影响呢？有些地方会影响，那平常的时候不太会影响到啦。哎呦喂啊！运气站在他这边，这个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颗进球哈。再看一下。球跑了3颗星，对啊，运气非常好，然后母球还可以继续进攻，这更扯。怎么会有这么扯的人呢？不担心，我们还是隔着荧幕给他一点压力。2天前拿下这个好成绩哦，整个手感都维持得很好。讲到2天前，我就想到一个日本，这次有一个选手，他拿了第3名，对，但他的名字我有点忘记。那他戴的眼镜呢，就是非常特殊的眼镜那台湾选手都说他是戴蛙镜，很像蛙，这个贴近的那种，贴的，对，那个就戴起来更舒服。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因为他眼睛不容易滑动，对他，所以他看的球的大小就会一直很固定，对，所以他也成绩打得不错，是。那一副可以跟他请教一下，那在哪里配的？他应该是可以特别运动眼镜就是有点像运动眼镜。运动眼镜。对，那现在蛮多厂商，越来越多厂商会做运动眼镜因为有些人就是不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对，有些人的眼球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对，他也有人是怕这个手指头在眼睛前面的那个压迫感啊。对，像我第一次戴隐形眼镜，我也是。戴着上去拿不下来，会怕。对，我第一次放上去5秒钟，拿下来花了3个小时。对，就是手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对，这一次我还是觉得不方便。好，哇，这球做得漂亮，没错，母球的回弹，然后停的位置设计的恰到好处。没错，这在中国就叫手摆位。好，漂亮，好，这样子。庄智宇还是厉害哈，以4-0无悬念拿下了继续晋级的机会。没错，恭喜他。嘉轩几个策略思考也不错。那虽然这次无缘晋级，但是相信跟这个我们的少年球王交手之后也可以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而且我觉得嘉轩他蛮沉稳，他也没有因为跟这个球王打球，然后有所紧张，然后我觉得他策略上没有慌，然后出杆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失去该有的力量，对，准度稍微差了点，但那都是我觉得是必然的，就是他在他这年纪中，他本来就会出现失误，但是心态是很好的，对，我们都是说我可以接受你失误，但是心态你要先建立正确，那我觉得心态就建立的很正确。好，我们也期待这些年轻的小选手在这条路上越走越稳。那我们的这个转播桌台稍微做一下场地整理，稍后来进行的下一组别是陈宇杰来对上苏哲伟，他们2个的让分就只有1局之差喽，比较接近。
12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今天我们在高雄的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康乐室为大家带来比赛。那转播的平台依旧是我们的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脸书粉丝专页有直播，也可以透过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来收看。所以，如果观众朋友透过这3个频道呢，也欢迎帮我们按赞，然后或者是订阅 YouTube 频道，都会有很多赛事的这种转播的第一手直播现场。那紧接着开来的比赛呢，是由陈宇杰对上苏哲伟，他们2位刚才分别击败了陈怡贞跟李宗颖2位选手，然后获得晋级。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吴嘉轩的亲朋好友们在给他刚刚比赛建议那我们也是这个就是做赛后检讨啦对，然后大家可以吸取经验。虽然也许自己出手次数不多，但可能这个家长或者老师会跟你讲说，你看刚刚人家这颗他是怎么做选择的，然后你就要把它记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好，来进行冲球的是苏哲伟。好，他也是今天第一个使用黑冲杆的选手。现在都是蛮多科技杆的啦，就是台湾早期全部都是木头，那现在因为这个碳纤维的出现所以使用了碳纤维这个材质。黑松杆用起来怎么样？它就是力量饱满，然后速度快，但有好就有坏嘛，那就是看选手的选择。那它也蛮稳定的。那选手们会希望说稳定的发挥，然后有力。那就会选择黑冲杆。那如果选手本身出杆就有力量，但是他希望变化多，那他就会使用木杆。所以我会建议女子选手多使用黑科技的话，在力量上会有很大的弥补一下本身这个生理上的差距。确实，刚才苏哲伟的这个冲杆球的分布都蛮散的。没错。那女生其实真的是拜科技所赐啊！如果有黑前节的话，会黑科技的话，在力量上真的会弥补蛮多的。那男生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打感的舒适度以及球的反应要去做调整。好哇，陈宇杰顺顺的打，哇，刚才连吃了4颗，现在终于中断在了5号球橘色这边。没错，还是稍微受限了一点他小小的身材啦。而且那个角度球要整个平移到右带也是，对，需要不是那么好处理。没错，身高还是稍微吃了点亏。这次有点失常。没错，打太大力了。对，可能刚才还沉浸在刚刚那个黑冲杆的气氛里面，自己也会觉得，哪呢？对，对。好，那宇杰算是会打球了所以真的不太能大意。是，大家要小心。你看他动作都轻轻柔柔的，可是就是顺顺的这样子在静待。没错，优雅。对，优雅，太优雅了。我们打撞球就是要优雅。哎呀，真的是不能夸，但是运气也很好。那跟志宇一样前面第一盘都会有小小的状况啦，但不用担心，这个选手就是要调试能力啦。但是这个短局数，所以要赶快调整。哇，这个也是折挡很多呢。对，哇，我们这个 camera 赏真的是非常厉害会抓这些角度。来，我们看他的颗星怎么来解。这个应该
到现场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从这画面上看起来，我感觉是6号先碰到哦。我们导播给的非常专业，就马上帮我回放。好球啊！相当稳健的女子选手，陈宇杰，来自台南的球馆哦。没错，在我们的国手玉面飞龙哥底下做这个练习，然后他平常的练球对象也是我们青少年的国手张子谦。好，那这颗就非常明显哦，那这个拉杆没有拉回来。果然还是需要一些科技的力量，或者是他刚刚这颗动作有稍微有点跑掉。我刚刚从回放的镜头下看，应该是有点动作跑掉，杆头有点向上翘。好，不过没关系，剩一个圆球，这也是要拼，小心母球不要洗带。这个分离角，哎呀！如果再打大力一点，母球就有可能会去洗带了哈。好，那是最不想见到的状况。没错，打进然后又洗带，对，也是做一个好人哈。每个都想当刘德华，真的。我想做好人，这太老的梗，年轻人可能就不懂。对，好球，这小白，我想做自己啊！好球，好球，没错，好，看着就出来，这2位选手都会打球哦。这第一杆优赛也打得相当不错，能走到32强，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程度了。好球，好。那么第一局就由苏哲伟这边拿下，但因为他有让一局哦，所以现在双方都是4平局的状况，还要再拿4局。没错，2位都是大学生啊。对。该把握的部分，我觉得2位选手在第一局都基本上没有，除了苏哲伟刚才那个第一球有一点小突锤之外，其他都是水准发挥，没错，正常的程度在发挥。对，宇杰比较可惜啦，发力的过程中就是稍微动作没有做好，所以失去了这次进攻的机会。好，这边只是可以来进行冲球了，一样出动。黑科技，没错，来看一下。其实蛮特别的，台湾早期经历过，现在黑科技应该是算第2次科技革命。第2次科技革命，对，人家是工业革命，我们是科技革命。没有，这就是材料的对材料的进化，就是不止撞球啦，对，各个运动都是，各个运动材料都有进化。在碳纤维之前有一个东西叫玻璃纤维，然后它也是有在台湾20年前也是应用在很多运动产品上，例如说网球拍的那个拍架，拍子的那个框，它也是用玻璃纤维，它就很轻，但是强度很够，那也有应用在撞球杆上面。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借由这些不同材质，然后让自己的技术再往上提升一点，就有点像菲尔普斯，他也是那个是14金牌嘛，14面金牌，他是靠他身上那件鲨鱼装没错，当年的鲨鱼装，后来就被禁用了，没错，太黑科技了，没错。但撞球目前没有，漂亮的29碰。恭喜宇杰拿下第一局，非常快啊！是我们这个今天比赛转播到现在最快的一个局数出现了。没错，对，也是确实啦，刚好机会做出这样的球路。没错，我蛮看好他的啦。跟这个苏哲伟也是蛮看好的。这3位选手，加上刚刚志宇这3位选手，我是觉得蛮有机会拿名次的。对，好，可惜
这个2个一定只能有一个出现，有一个要死在这里。没有啦，就是稍微停缓休息一下，说不定之后可以走得更远也不一定。没错，对。好，那这样子很快，宇杰也拿下了1局，然后他现在也来进行他的冲球，不过他就没有黑科技了，一样是用传统的木杆。我们来观众朋友可以刚好观察一下，刚才苏哲伟用黑科技的2次冲球，跟现在宇杰用木杆的冲球，当然男女选手的这个肌力有差，我们就会看看2种冲球形态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女生如果冲球爆发力要大的话，健身还是可以稍微参与一下的。因为据我了解，其实蛮多国外女子选手有在健身的，他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冲球再更有力量一些。可能因为撞球也是，虽然你看起来静态，但是它很多动作啊，其实是需要核心肌群跟整个上半身肌群的稳定度。没错。对。也有可能是风气的问题啦。哦，对了，运动，对外国人风气上健身房，这个台湾也是这10年15年才比较有这种健身的风气。没错，其实台湾很早期也有推过健身，但是就是起不来。我觉得都是一波一波的，真的是这几年才起来。因为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有很多健身房也是有开，对，但都倒闭，然后就一直推不起来。是，但是最近这几年是健身房一直开。然后倒闭的也是有，但是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倒闭那么多。对，所以台湾的饮食也改变了。你看现在便当店也不是在传统便当店，现在都是健康饮食。对，现在都是那种健身餐，对，或蔬肥餐。对，这也是随着人们的观念然后也一直在做调整，市场也会跟进做调整。我阿伯就说：“今麦便当啊，愈做愈歹食。”他喜欢吃传统的，对吧？我就说健康啊，健康啊。哇，3号的红球没有办法还在中袋的位置转。我觉得泽伟有稍微紧张一点感觉他出的力量都不太是正常该发的力。摄影机在照他。有偶像包袱，有偶包，对，有稍微要放开一点。没错，现在这个世代真的要放开自己啊！人家说 I 人 E 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 I 人 E 人，就是这个社恐跟社交比较可以正常，比较热衷于社交的人。对，然后这样的人呢，在生活表现上会有哪些优势以及劣势？那像现在都要做这个运动赛事转播嘛，那我觉得比较容易社恐的人，他可能就会比较害怕面对镜头。那这在比赛中可能就会成为他没有办法好好发挥的因素。就是要克服啦。那刚才我们教练讲的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 MBTI 测试其实也就是透过一些心理的角度，然后去把大家做一个潜在的16种人格分析当然也只是一个大方向。那我们区分 I 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那 E 人就是比较活泼一点。当然这是2个大方向，它后面还有另外3种指标去区分这样子。没错，对。但我每次做这个都超级不准，不是超级不准，就是我每次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在变化自己的性格。你可能是个变色龙型的人物我实在是搞不懂我自己是什么人，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就难以定义。对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毕竟人性真的是不能用数据去做一个规划的。对，因为同样一题，我可能想象的是这一次想象的是 A 情形可能下一次想象的是 B 情形。那 A 跟 B 大体上一样，可是在细节上不一样，我的选择就会不一样。是，所以我很难用几句，你给我的都是很简单的几句的场景，我其实很难去判断我会用什么样的场景去做假设，太难了。你在那个猎人
漫画里面你就是那个变化系念的例子。那我要先用这个水去搓测，我就看那个是流法。哇，这里泽伟发生了违例啊，没有碰到4号球，哇，自己还有点懊恼。没错，对我虽然没有对他很熟，但我也看过他几次打球，他实力应该不止这样。是，但真的是看到镜头会害怕。还是因为对手是女孩子比较放不开。也有这个可能性，也有可能，原来是跟我一样。不是遇到女孩子，我们不是会故意犯规的那种，我们是故意会把球打到洞口的那种。原来如此，这样子中正大学的女队员才会得。对。好，那我们宇杰又要再尝试走捷径一次，然后刚才的这个 kiss 很成功，哎呦，哇塞，厉害，连续2局都是走捷径，然后对，把握了苏哲伟自由球的机会，然后前一颗做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之后，一样用 kiss 的方式来做一个捷径，然后快速的再下一局，哇，这个失误的代价就很大喽。而且我们这个短局数是不给人家喊暂停的，所以你只能在场上靠自己赶快调整。你有没有办法说赶快喊个暂停，请教练帮忙啊？还是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或断一下对手的气？真的没有办法。好，这样子现在比数是来到陈宇杰以2局领先苏哲伟的1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杰的冲球哦，那他戴的手套是这个 3 second 哦，现在最蛮流行的手套之一哦。那现在手套也是做的白白款，颜色也是5颜6色，是7、8颜色，很好啊，颜色，可以选手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的幸运色或者他的穿着去做更多的搭配，不要以前就只有非黑即白这样子。没错，而且现在色阶又很明显的不一样，以前是。蓝可能就是传统上的蓝色，对。但是现在蓝哇又有分草绿，草蓝，然后青蓝，哇，那个色阶就有点像设计师在选那个颜色一样，色板。好，一个近距离的短碰。好，那掉到自己了，然后他想办法解禁。这颗球我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做解禁，然后再继续进攻3号球。好，画面上看起来有点短哦，会不会接太薄？真的接短了哈。那代表他实际上的差距有点大哦。如果我从镜头上如果都能发现的话，那代表是差的有点多。刚好下来的时候思考一下，刚才那一球可以怎么去调整？没错，对，因为刚才他其实待在场上时间蛮长的，没有，对。好，这样换苏哲伟上来。好，我们苏哲伟好像还在状况外哈，要赶快调整了，不然这个宇杰已经1/2了呢，要赶快调整。下一个拉杆这个距离不知道拉不拉得动。好，勉勉强强。在洞口前弹了几下，角度还是差了一些。没错，感觉出来宇杰的力量还是稍微偏小一点派的就是有点应该有到女生平均水准上的力量啦，但可能还是太小。这位拿出雕球的本领，然后看防守一下，看可不可以拿到自由球，以空间换取时间做了一个让对方不好处理的位置。雕球应该是雕一点点的拿个跳杆，要跳了。
刚刚也是有跟我们教练请教，跳球比较，而且那个位置哈，距离也蛮近。他好像没有跳，他没有跳打曲球。哎，哇，没有，是有对，没有些转过去。对，没错，碰到4号球了，这样也造成违例。好，泽伟拿到一个自由球是一个很好上手的机会，但是8-9可能还是要稍微思考一下要怎么处理哈，不能吃到8号或9号再想办法，这样子就会把麻烦留在自己身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2做3，应该是打一个拉杆哈。好，有点拉不够，做到手掉。他还是稍微还是太紧张了哈，杆子没有出完全。不过没有关系，距离够近，应该还是可以打进。好，先打进再说了啦，就先不要管做球。当你在紧张的时候，做的事情要越少越好哦。赶快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做好第2件事情。所以紧张的时候就是只能这样调整，因为实在是太难让自己去这个平稳下来。我们人说心理学有很多方法，但这方法都只是拿成功的出来讲，不成功的还是有大部分都是不成功。会不会？没有。好，留下一个4号跟9号在旁边。宇杰不知道会不会打4号，然后母球再去碰9号，让9号球进。哇，这就是一个比较高深一点的打法。对，这是一个有难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对，但他有在尝试，他有在看这个角度。哇，真的吗？我们来看看宇杰怎么做。好，没有，因为他选择推杆。对。他选择刁球，一样是先做，不过露出来了，对，露出来比较多。好，这在战场上就是被爆头。不然如果可以把母球藏在9号球的后面哦，那也会造成泽伟不好处理。没错，对。但母球现在在贴壁上了，对，也是不太好处理，所以算。成功的防守一半也 OK， 对。好，这位打了一个神乎其技的杆法，让我稍微思考一下，他应该是打歪了，他应该是要继续进攻。刚攻底带，只是整个角度偏移了。对，因为贴壁球本来就是准度上比较容易失误所以有时候他打出来的结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他是怎么选择的，从他的力量上看出他的选择是如何。好，宇杰这一颗球的力量哇有点大，都没问题，但最后母球停的位置不是那么理想。相当的尴尬。好，那他是要做防守还是继续进攻呢？如果我是他的话，应该还是会选择进攻，继续进攻哈。因为这颗防守有可能有点超过他可以操作的想法上，就是他在想法上可能想不到要该怎么做，所以我会建议他还是进攻就好。哇，选择进攻。对，因为防守的变化真的是比进攻还要多太多了，所以如果想不到的话，你就是选择进攻吧，因为你在场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对，你总不能在场上问着教练说这样打吗？对。好，5号球，苏哲伟的机会。哎呀，他今天蛮多这样的状况。都打太大力了，可惜。其实撞球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办法看着教练的指示给暗号。像乒乓球，你在每次发球之前就可以看那个教练的暗号，然后或者是篮球啊、棒球都有暗号，可撞球比较没有办法给暗号。它是一个机遇战呐，因为你球碰撞之后，它整个状况一直都在变化。是的，对啊。
我记得我以前早期学生的时候，我们教练还是会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暗号，就是说摸额头是进攻，摸下巴是防守，摸胸口是这个打带跑。就后来发现他只是自己在抓痒。没有，他都是先那个2只手插胸前口这样子交叉，然后要下暗号的时候就是会做动作，会摸完之后再双手交叉，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哦，我们现在要打什么。但是有时候他比完之后，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打，我就觉得算了，越比越慌。好，现在这颗5号球成为2位选手都在想办法克服的难点啊，都不是那么的好处理。然后宇杰这边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哦，又到了他最喜欢的 kiss 环节了。那应该是可以直接打，对啊 ，kiss 风险还是稍微高了点，不过应该没有问题。好，谢谢导播，回到这里。对，马上清完，这样子他就来到了听牌的局数了。3比1。对，3比1。也是今天我目前转播到现在啊，第一位取得分数上领先优势的女子选手。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多多鼓励啦，多多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以及学生投入这项运动，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们不能说运动歧视，而是说这项运动是更没有性别的限制，所以它应该更适合女性来参与。对。像中正大学，我们就会有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学期会有收一个球台的使用费，那校友们都是鼓励女生多多参与，所以都会给女生如果来参与这项活动的话，都会有一个补助金，然后让女子选手或者女学生参与这项运动，比较不会有经济上的压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宇杰的最后一次冲球结果。没有球进，留下一个1号球的不好进攻的地方。好，母球差一点哈，跟7号球撞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好，那现在留下来这1号球在旁边，我们来看一下泽伟要赶快进入状况啦，不然大势已去，大江东去，不复返，对不对？对。哇！这个1号母球还顾得还行，他还是摇摇头，他觉得没有掉到。有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就是能做60分先做60分，能做80分再做80分。当你目前现在只有30分的时候，就不要好高骛远，去做一个80分，超过现在自己目前能力可以做的事情。是，哲伟也是2天都出赛啊，不过。我觉得相比今天可能会再好一点，因为明天呢，他分的组别第一位跟他竞争的选手就是少年球王庄智宇，所以今天可能他的签运是好，没关系，我们祝福他。我们且看且走。对，我们祝福他。好。这个2号球呢，要打一个柔杆哈，然后低杆左塞，看可不可以打进中袋。对，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做防守。好，他还是选择防守。好，他就是分边型防守。什么叫分边型防守？就是把目标球跟母球分得远远的，这样子是比较简单的防守。那比较难的防守呢，就是让目标球或者是母球躲在一些其他球后面，那个就需要精密一点的控制。那他也知道他现在状况可能做不到，所以他没有做这样选择，他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分2边，把球分母球跟目标球分得远远的。对。好，那我们宇杰也受限于这个距离以及可以打的空间打完结果不是很好，留下一个chance。那看是不是我们的苏哲伟反攻的号角响起了？是时候了。
压箱宝要拿出来了。哇，这个钝杆的效果不是很好。那像刚刚这个小角度，我们是不建议他钝杆的应该是直接拉会比较好。那这个在选择上也是出现失误，有时候紧张，脑筋一片空白，对的选择都看不到，只看到错的选择，也是会这样子。那我们也问过很多台湾有名的心理学老师或者是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取决于平常练习量不够，你没有把它内化成自然而然，就是反射的思考跟动作。没错，如果比赛还要想，那就是练得不够多。对。不过这3号球的位置，宇杰也不是太好处理。没错，这个还是身高问题。对，你看他重心比较摇摇晃晃的。好，这个左手还是打得不错。好，做个防这边。好，他应该是要打一个3号左边保球，母球2颗星到3颗星到9号球旁边，3号球会在7号球的后面，要打得够薄哦。哇，他是打一个这个后球把3号球灌下也是可以。那他就是彻底执行他的分2边之术。对。他还是没有去选择要把球藏起来，所以这个他比较喜欢近远端的方式。没错。那这个3次防守都是放远球，比较跟我们主流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当然，学生跟主流的想法本来就有差距，因为我们说的，你练习的时候就是练不会的，然后比赛就是要打会的。比赛不一定要打对的，你应该要打会的，因为你打对的你做不到，那就是送人家。所以比赛就是打会的，而不一定是要打对的。好，那我们留下一个3号球，应该是还可以大的角度保球切进母球来回跑，不要洗中带就好。好，进来，对。终于化解了这个3号球，没错，两人打了一阵子。这个3号球是一个争夺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号球，4号球应该是可以进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长距离宇杰的进攻能力，哎呀，真是不错，打进顺利做到了5号球，也做对边。那这个母球又可以回来做这个6号球。好，那轻推1颗星。非常的好，哇，这个打太偏啦，有点打得太随便。好，送礼送到家，送到门口，自己也傻笑，拍谁。总是桌台上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怎么赶快去消化情绪，然后再稳住自己的下一杆。没错，有些选手会很在意自己失误那一个，那就会后面导致一直打不好。对，一杆错，然后杆错。对啊，那我们都会跟选手讲说忘记他吧，但选手有时候还是很难会去忘记。这个真的很难啊。我们说的容易，对不对？毕竟我们是用上帝视角在远端看选手自己当局者就比较自己要能放得下，真的是有点难。好，那这个7号球应该是一个中杆左塞，轮可以重一点没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左塞不够多，角度可能做的会有点大哦。哇，这个没有听我老人家的话，我等一下再跟他打个 pass， 摸额头是没有。你可能坐在这个转播间，他看不到你，除非还有透视眼。好，这个8号球，好，推杆左塞，好打进，OK，没有问题。好，小白，哎呀，停住了，吓死了。对，不过那个出杆的位置可能就不会太舒服。没错，但应该还是基本球吧。对，如果这个没有打进，那请回家再练练。真的，来苏这位。
这一局对他来说至关重要。OK， 没问题。好，总算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一局了，把比数追成了2-3。没错，对。哇，毕竟因为他要拿5局啊，对他的路还蛮远的，赶快这局对他来说真的是很重要。他也许在做一个策略吧，现在中等学校最喜欢做的策略叫6-3策略。6-3策略，6-3策略就是对手先吃6颗，我捡后面3颗。玩的就是心跳。没错。好哦。就是你也吃不完，我也吃不完，你先吃。两个选手的风格不太一样哈，所以也可以在桌台上看到他们的一些选择。没错，但男生可能还在摸索他的力量、心态，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但没有时间了，对方只剩下1局了。泽伟加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泽伟的黑科技冲球。好的，第一时间1号球进了，对，然后2号也对，是停在门口。有机会来一个 clean tabl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冲完球之后把球吃完的大摸。好，我们来看看他的选择。这个比较好的选择是2号球，应该是要打底带啦，这样比较方便做3号。如果你打中带的话，哎呀，打底带是好选择，可惜实力。哇，老天爷自有安排。没错，老天爷爱笨小孩。哇，所以我们看看桌球之神会不会在这一局回来眷顾苏哲伟哦。哎呦，刚才隐约又看到进了一球。没错，对，3号球。然后也稍微做到4号球啦，但角度不是很好。但就是一个拉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颗4号球的薄球以及拉杆效果如何。哎呦，打进，哇，他有点回神了。是，这一局的开局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没错，没错。那宇杰的笑容也渐渐僵硬。他有感觉到压力啦。对，这边就没办法先做一下。可惜应该要做一个吊球，但露出来了。对，漏的还蛮多的呢。不知道能不能进攻，感觉我们从电视上画面上看起来是不太能进攻，但还是要实际去看有时候拍摄角度难免造成误差。好，他也在看，他还在看，对，他继续看所以确实是是有点小刁钻。好，我们从这个上帝视角来看一下。没错，我们非常亲爱的导播给我们很多角度，这导播我喜欢。好，留下一个远台的呛死啦哈。那我们这位也不要担心，顺利的固进就好哈，也不要下太多杆法，先把它打进2号球，6号球也不会太难打。好，非常好，角度也不错，还有感觉有稍微上来一点点哦。好，再来是攻6号的挥球，没问题，没问题。哎呦，果然节奏回来了，没错啊，刚刚都是某学员上身，不是他的。OK， 哇，可惜稍微远了点，没有拉到哈。其实选手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啦哈，不是说做到然后可以打进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你要在可以做到的
的之下，再提高它的成功率会比较好一点。哦，8号这边母球停的位置怎样会啊？可惜了，第一步先没有打到，你看自己有点懊恼。没错，这就是我说的嘛，有一点点距离，你心里有压力，就会出的不好。所以刚刚他那个7号球没有往白球没有往8号球靠近，增加了一点距离，那这心理上你就会有一种压力。对。哦。好 OK， 这个白球设计的位置也还行，没错，很好，但就不知道他会选择架杆器还是左手。哇，所以好，看看宇杰的关键球咯。关键2选1，左手架杆器，选我，好，我也不知道要选什么，然后他选择左手，他用左手来拼一波，哇，左手毕竟是非惯用手，整个再想一下，整个力道啊、角度的拿捏哈，毕竟还是跟平常使用的不一样。没错，对他还在决定，我决定换了。对，我也是建议他换成架杆器。第一个，这颗球如果没有打进母球，要跑上去做防守会比较好，就是有点打带跑没进，然后我母球要跑远。这样的话拿架杆器就比较有力量，可控范围比较稳定。对，好，哎呦，好，恭喜，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就恭喜陈宇杰，最后靠着架杆器的精彩发挥，以4-2拿下了这一场32强的晋级门票。那也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转播赛程，这个混合组的32强，在这场比赛结束后呢，就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会进行中场的午餐跟休息时间，然后大概30分钟左右，我们会再回到转播的现场。那也跟大家先稍微告别一下主播台，我们去休息一下，待会回来。